这可能是 Roblox 史上最让人细思极恐的作者呀。单独玩他的每个游戏就很正常，只有当你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时，才会发现隐藏在这背后的恐怖真相。Fashion Diva， 这可能是一款伪装成时尚游戏的恐怖游戏啊。阿佩刷到过这个视频，这位博主在游戏里面闲逛，这里的所有表情都很正常，直到他看到了这张诡异的脸。从那之后啊，事情就开始变得不对劲了。我们进游戏看一下，但这里并没有那个诡异的表情。不过游戏里的人倒是挺奇怪的，他们这是在面壁思过吗？当我打开系统后发现这里只有3个玩家，也就是说这里除了我们仨，其他都是机器人。他们还在聊天，假装自己是真人玩家，这太诡异了。我们试着点一下按钮啊，哎，我头发呢？这是什么姿势啊？好奇怪啊！我们问一下，这里有机器人吗？哎，什么鬼？把我传送到哪来了？你没有听到那个咔咔声吗？这游戏果然很诡异啊！这里面会藏有这游戏的秘密吗？用手电筒照一下，这个招牌在游戏里见过，这是停电版的 Fashion Diva 吗？让我们继续探索一下。哎，突然声音变得好吵啊！哇，这什么鬼？人不人鬼不鬼的？但这不就是那个消失的表情吗？让阿贝绷不住的是，第一次看到这个表情时，阿贝把他的嘴巴看成了鼻子，脖子阴影处看成了嘴角向下的表情，就像是一个恐怖的人脸，比原版的女生头像更加阴森恐怖。但更恐怖的是，屏幕直接定住，什么都做不了，按 XC 也没用啊，只能用电脑后台退出啊。我们再次回到这个游戏，如果你仔细看，你就会注意到游戏的简介有些地方看起来不太对啊，有几个字母是大写的。我们用记事本打出来看看是想要表达什么意思。 It is working， 这个在运行吗？还有这个 Can you hear me？ 我们从这里得到的信息就这2句话，那这背后是谁在问呢？我们接着往下看，打开作者的简介，这里也能看到隐藏了一些信息。 There are Roblox，Help us，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里有机器人，救救我们。很明显，这个信息都是同一个人或者说同一群人发出的，他们应该是被困住了，需要外界的帮忙。现在再次进入游戏寻找线索，但是被强制上台选美了。这个游戏的玩法很简单，就根据主题去装扮自己，然后挑出最符合的前3名。台上有8个人，也对应了游戏简介的服务器能容纳的最高人数，这更加能证明台下那人都是机器人啊。这次我们到了屋顶，找到了一个缺口，可以看到大厅里缺失的那个表情，它居然出现在这里。它需要一个传送门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点一下试试看。怎么关灯了呀？这里肯定发生了某种变化。我们回到大厅看一下。哎，这里有字，他们承诺了很多给我，我们还很年轻。这里的一切文字都变了，有人在这里发求救信息，跟第一次进入这里完全不一样啊。我尝试传送出去，效果不佳。我来试试。空间受限，此路不通啊。到舞台这里看看还有什么。诶，这后台还藏着数字，这个在另一个游戏中有大用啊。在建筑里的信息就这么多，还有更多信息在外面，隐藏在这些山里面。沿着边边走。哦，我看到了，这里有些文字。你觉得你能帮我离开这里吗？又有人在发求救信息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这里也有，如果你能交换我们的人生，你会生气吗？说到这里啊，这第一款游戏的线索也差不多了，似乎也没发现太多内容。但别忘了，该作者还有几款游戏啊，日托中心、清理走秀台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加入这个。哦，这个地方很熟悉啊。Clean's Runway 这个标签，还有这个像香水一样的东西，这不就是我们在第一款游戏中被传送到那个黑暗的场景吗？我们回到这里，里面的变化很大呀。这还写着警方封锁线，请勿进入。识别上写着随机服装仓库，里面会隐藏着什么东西吗？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则讯息，寻找儿童时尚模特，你认为你能在 T 台上大放异彩吗？我们正在寻找年轻的明星走上我们的 T 台，并且展示令人惊艳的造型，感兴趣的请到网站与我们联系。但结尾处的网站不见了。当你点击这个广告时，底部会出现一段文字，写着这看起来很有趣，我应该打电话给他们。说到儿童，这让我想起了作者另一款游戏日托中心。在所有相关游戏中，玩家活跃度是最高的，有1000多个玩家在线。但是从缩略图上来看，这个游戏并不像表面这么简单啊，这里好像在做着某种诡异的实验。这里看着就像是一个正常的日托中心，有着比玩家还大的食物，根本饿不着。来这里称一下，139.36磅，也就是126斤。阿贝转这么重。这里是学习的地方。哎，他在干什么啊？这是什么诡异行为啊？他锁住了另外一个人的脖子。这里还有扇门，继续看一下。哎，咋关了呀？开！
不对，我打不开啊，这里面肯定藏有秘密。那个门又开了，哎，你别拉我呀，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了，只能被拉着走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嗨，朋友，拉归拉，空气要给一点了，我不能呼吸了。都快变成灭霸了，哎，他能带我进这里面吗？那咱们就忍一下。啊，病患区，我们是病人，这不是日托中心吗？哎，很奇怪，看他带我们去干什么？哦，他想把我们关在里面。还记得索雷图上面的内容吗？我成为了那个实验对象。这次阿贝被另外一个科学家抓住，他问我想要什么强度，来个最强的。哦，我会变成什么样的？没有变化。哎，不是，这什么？这把我变大的实验，我变成巨人了。接着我被传送到了一个诡异的地方，但是我太大了，卡在这里了。所以这个游戏是分为两种角色的，一种是科学家，一种是患者。这并不是正常的日托中心啊。阿贝现在也成为了科学家，领取属于自己的试验台了，就差个实验对象了。哦呦，还打人，就是你了，跟我走。这是个魔丸啊，控制不住啊。你小子看着就很乖，就是你了。现在把他关进我们的实验室里面，然后在这里就可以对他进行各种测试。说实话，这真的很疯狂。还记得在一开始在舞台后找到的数字吗？现在输入进去，点击开始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我们开始说话。我是一个时尚偶像。说到时尚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啊？没错，就是第二款游戏里见到的那则寻找儿童时尚模特的广告，其实是在骗人去做实验啊，把他们变成怪物或者机器人。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真相的最后部分。如果我们回到了时尚达人，询问有没有机器人，再次进入到黑暗世界，这里其实就是黑暗版的第二款游戏。走到带有广告的位置，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直重复的联系我们。站在这个面前，接着我们会进入到一个叫调查的游戏。欢迎，我看到你对我们的项目感兴趣，很高兴看到你，我们想先了解你一下。我们选我准备好了。你有家人吗？选否。至少有朋友吧？你也选没有。有联系的吗？还是选没有。你是孩子吗？这一选是的。这真是太棒了，看起来我们非常符合他的要求。你对这次的机会感兴趣吗？当然了，我就是来调查的嘛。很高兴听到啊，我们是特别的，看来要被招聘了，欢迎欢迎。没关系啊，第一天都会感到紧张。接着我们会被传送到另一个游戏，看来我们又回到了时尚达人游戏，但上面写着没人能听到你的尖叫，就连我们的名字也被改变了呀。而且现在根本不是我们自己在走啊，除了能够上下转动视角，这意味着我也变成了一个机器人，只能被迫看着其他人，话也说不了，就这样被困在这里面了。说实话，这有点毛骨悚然啊。所以这位作者的几个游戏结合起来，确实讲述了一个黑暗故事。一个孩子看到那张海报，成为了时尚偶像。在面试时，孩子被问到了问题，如果全部回答没有，那就是科学家的最佳实验人选。把孩子送到日托中心后，背地里偷偷的抓去实验，最终这些孩子都会失去行动能力，并且被洗脑成为时尚偶像，这太诡异了。但这些求救信号又是谁发出来的呢？阿贝猜测是这个看似恐怖的小女孩。当你点击她的头像时，才能看到她留下的各种信息啊。所以当我们进入到黑暗世界时，她想要阻止我们上当受骗，不让我们看到那则广告，所以才会定住我们的屏幕。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黑暗的背景故事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妨给阿贝这一视频点个赞哦。我们下期见。